是港股的美团。那么今天来说，主要是因为前2天它已经公布了最新的一个财报。其实之前我们4月28号的时候，关于这个票我们说过，当时给出的一个预期，筑底的预期是一个底部的头肩底的形态可能会成立。那么这个营收虽然大幅增加了，但是它的利润降低了，主要还是跟近期的这个外卖大战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因为此次财报对于它中期的筑底形态有什么影响。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里是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如果你有看不准的标的，可以私信约稿。本频道专注剖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原油的中长期走势，通过波浪结构解盘看形态入场。欢迎伙伴们在你喜欢的视频下方多多的关注、订阅、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有约稿的话，那么一定要及时的加 QQ 因为只有在 QQ 上的话，我们才能及时的回复大家，并且你也可以了解到我们会员的权益和福利。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品种是港股的美团港股的美团。首先我们还是回顾一下之前整体下跌的一个大结构前期下跌从这个460左右一口气跌到了61，此处的下跌结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双重三浪 WXY。 那截止到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浪结束之后从61附近第一次涨到了216，所以可以看作它是一个它的首轮反弹，无论它这个反弹是 A 也好或者说是它是一个W 浪也好，这是一个首轮的一个反弹。此处反弹走出了一个3波向上的一个形态，我们暂时把它定义成一个 A 浪，并且这个 A 浪我们可以看到在盘中它是已经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382 一线的压制，但是我们目前预期它整体的反弹走势并没有全部完成，所以当下所处的这波回撤，我们认为它是处于一个 B 浪的一个调整期。前期我们认为大致可能会在这个120到这个98附近，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头肩底的形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财报公布之后，股价出现了跳空低开低走，它并没有在这个对应的支撑区域出现一个底分型或十字星的这个迹象，那说明上述所说的这个支撑区域暂时目前来看是无效的。那当前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只能继续向下来寻找这次二次探底的支撑位新的支撑位。新的支撑位的寻找，我们首先会用到这个波浪尺，然后我们依然会用到黄金分割，包括前期相对2次低点的趋势线以及这个通道。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以上的方式，我们来看一看下方目前距离最近的几处这个支撑位于哪里。从当前的这个下跌的力度来看，首先它会遭遇第一个支撑位是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也是 97.90， 以及通道的位置此处是大概是位于 91.70， 这是第一个支撑区域 97.90 到 91.70。 第二处支撑区域是位于波浪尺 1.382 倍以及趋势线的支撑这样的一个位置 73.70 到 68.30， 74.20 到 68.30。 这2处位置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本次 B 浪的二次探底走势在下方所可能会遭遇的这个支撑区域 B 浪。之前这一波3波走势是一个 A 浪，那后期重点我们就是要关注行情是否能在以上的2处区域第一，先抵达目标价格区间；第二点，在上述区间是否会出现对应周期的底分型和十字星。如果出现了，这个支撑区域就是有效的；如果没有出现，那么我们只能顺势继续往下看下一个支撑区域 74.20 到 68.30。 是以上种种的前提，我们都是有一个假设，就是 61.10 这个位置是绝对不能被跌破的，因为我们假设此处是存在一个大周期的3波反弹形态。那这种假设的前提就是有一个低点 61.10 不能被跌破，才能支撑 A 浪的反弹、B 浪的回撤，以及最后可能会出现的 C 浪的上涨，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至于前期所说的头肩底形态，以现在的这种下跌结构和力度来说的话，暂时不存在了啊，暂时不存在了。那当前我们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寻找此次避浪回撤的下方的支撑区域位于哪里。但是暂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按照交易系统，第一，抵达目标价格区间；第二，一定是要关注底分型、十字星是否会出现。那没有出现，就不存在进场的理由啊，就不存在进场理由，就不会有之前我们所说的第3点、第4点的问题。所以近期啊，因为财报的原因，本次调整向下，它出现了一个跳空低开加速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后期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下方 97.90 到 91.70 第一个区域，第二位置就是 94.20 到 68.30 啊，这是第二个支撑位置。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对于这个港股美团通过波浪结构形态以及这个考虑到财报的原因做出的重新的一个局部的调整的一个结构形态分析。那么后期我们也等待市场，看市场最终会选择在以上哪一处选择这个筑底。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